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这个是半斤。今天我和半斤呢已经来到了德清县的池中村。我们主要来池中村呢是看一下当地的池中教堂，以及品尝一下当地的葡萄酒。那为什么在云南这么偏僻的地方会有天主教堂，以及为什么家家户户都会酿造葡萄酒呢？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池中村背后的历史。半斤，你自己在酒店玩啊，我出去拍一会儿，拍摄完了我就回来。我把半斤的这个被子都拿过来了，他可以在上边睡觉。就是为什么现在村庄正在搞建设是吧？因为说修那个乌龙电站。哦，修水电站。对，老百姓的以前的房子掩埋了，他提到上面来了。哦，要搬到这里来。因为那个水电站会把那个下游的村庄给淹了。是啊，向定湖啊，什么都淹丢了嘛。哦，所以说都要整体搬迁过来哈。对。我说怎么看到那么多人在建房子呢？现在我所处的这个地方呢，正是池中村的一座大桥。可以看到这座大桥已经封闭起来了，正在维修。然后我前面这里呢，就是池中村了。池中村呢，它是一个依山傍水的一个村庄。这旁边呢就是澜沧江，碧绿色的江水，大家看到了吧？因为澜沧江下边呢会修建水电站，所以说会有很多的村庄被淹没。然后政府呢就征收了池中村的大部分的地方，让那些被淹没的那些村庄的村民搬迁到这里。重建他们的家园，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小镇这样子。所以说现在有很多机械，很多工人正在修建房屋。在1905年的时候，云南爆发了维西教案，就是很多当地的愤怒的群众焚毁了怒江、澜沧江沿岸的很多天主教堂，并且杀死了传教士。后来经过清政府的重兵镇压以及重金的赔款之后，在1909年的时候，传教士呢他们又重新在池中村这里新建了池中教堂。经过了110多年的岁月之后，不知道现在池中教堂又变成怎样一番情景啊！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。我们现在算是跟着18世纪欧洲的传教士的脚步去探寻这一段曾经的历史，就是不同文明与文明之间，不同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这一场斗争。当然，在岁月河流的冲刷之下呢，曾经的仇恨、曾经的斗争都已经不在了，只有教堂还有葡萄园遗留了下来，还有当地人的一些回忆。我看到了，教堂就在前边，那里有个建筑凸起来最高的那个地方。现在来到了池中教堂的门口了，请问你是这个教堂的主任吗？神父。在维西教案发生以前，15公里之外的慈固教堂是德清地区传教士的大本营，后来被群众焚毁之后，他们才在池中村重建了新的教堂。现在我跟着神父的脚步走进这座100年前的天主教堂。虽然历经了100年，但是池中教堂呢，他们仍然是保持当时的建筑风格的。周围的建筑呢，都是以这个教堂为中心，中西风格的一个融合。当然，最具有西方建筑特色的还是要数这个礼拜堂。礼拜堂这里呢，几乎都是西方风格的一些装饰，而在外边的那些建筑呢，才是中式风格的。池中葡萄酒之家，这里是法国传教士亲手种植且墓地陪伴的100年葡萄园。现在找到一个叔叔，他是拿着那个葡萄园的钥匙的。现在跟他一起去看一下葡萄园。谢谢。坟墓的这边在这边。哦，往前走是坟墓。那个传教士的老葡萄园是在这边，传教士种了100多年了，是在这一边。哦，老的葡萄园在那一边。哦，这边是新的葡萄园对吧？哦，全都是母架子。无价的这个。母架子这个是传教士种的。哦。它没有改变的。现在呢，我已经来到了池中教堂旁边的这一片最古老的葡萄园了。这里呢是1915年的时候，法国的传教士从法国带过来的葡萄，然后种植在这里，才形成了这一片一直保存至今的葡萄园。现在他们这个园区种植的这个葡萄呢是玫瑰蜜，这种品种呢据说在法国已经绝种了，所以说这一代呢是最宝贵的一代。这个葡萄呢虽然已经绝种了，但是当地人呢在这里仍然能够制作玫瑰蜜的这种葡萄酒。
因为每年的9月份呢，当地人还会在这里采摘葡萄的，他们每年呢还会结出果实。虽然已经很老了，但是还有生命力在这里的。这里呢就是2位长眠于云南的法国传教士的墓地了，一个是吴许东神父，还有另外一个墓地呢是无名氏的。现在的池中村有不少的人家还会按照法国的方式去酿造葡萄酒，进到任何一个村民的家里头都能够喝到很地道的葡萄酒。每年9月份的时候就会开始收葡萄了，并且会有很多法国人来到这里一起酿酒。处理之后，他们会放在木桶或者土罐里，1个星期过滤一次，过滤4-5次之后就可以喝了。现在画面所看到的是当地的村民在9月份的时候和法国人一起来酿造葡萄酒的过程，都是当地村民自己酿的。因为法国人他建教堂，他要在里面做弥撒，必须要有葡萄酒。100多年前，他们自己不种葡萄的话就没有葡萄酒嘛。那时候你看他们可能都是，你看没有车路，没有桥，都是翻山越岭进来的，就是翻碧螺雪山进来的。葡萄酒是耶稣的圣血，是吧？这样子讲的。然后就是必须要有葡萄酒。对呀，以我们这个村来说的话，比较多呀，80%多呀。80%多啊！所以说也是在潜移默化之中，就很多村民就开始信这个教了哈。对，这个的话就是这个。哦，就是那个架子上的。这个呢，就是老板给我倒的，跟这个木架上面的红酒是一样的，都是他们当地自己种的葡萄，然后自己酿的。喝了之后还会回甜，它这个葡萄酒可能跟那个你们自己种的那个葡萄甜度比较高，对吧？所以喝进去有点回甜的感觉。原来这里每家每户都有种有葡萄园的，对吧？对。现在我都没怎么看到了。现在很少了，现在都有的都是一点一点、一小点一小点的。以前家家户户都是有很多的。信仰的碰撞，不管在110多年以前，还是在今天，仍然一直存在。有的人会把这看作是文化的入侵。当一种文化强势介入到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，是应该和本地文化增强信徒，还是应该以诚挚之心去感化人心？这是值得传教士思考的一个问题。毕竟人与人之间，人与自然万物之间，并不是只能靠信仰支撑着的，需要的是润物细无声的持久的感动，而不是一时候的激情。当年的外来文化如果能够像葡萄酒一样，在细腻中散发芬芳，在时间的验证下传递更多的甘甜，也许维希教案那样的仇恨和敌意就不会发生了。遥想110多年以前的传教士在这片土地上种下法国的葡萄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坐下来，把浪漫代替冲突，把喝酒代替斗争。也许这2种信仰能够在这片土壤里更快地相互渗透和相互包容。他们教堂每周1、周3、周5晚上7点钟才会做弥撒的，所以我今天来的是周4，来的时候不对，看不到。明晚的话呢就看得到，但是明天呢我可能会离开这个地方了。柿子就放在这里，放软了就吃哈。可以吃嘛？放软了就吃啊。熟了，你可以吃啊。现在已经熟了。熟了，你看，嫩的。软软了哈，可以吃了。车里面有。这个大叔好热情，他请我吃这个柿子。我喂猪了，现在吃的人比我。没人吃就喂猪啊？是。太浪费了。家很多。家里很多是吧？是。现在没人要。没人要了哈，不值钱，拿去卖。卖不出。卖不出价格。这是你们家的老房子了。是。哇，种了那么多花。大叔在家楼下呢还养了头牛。他知道我在拍他了。好，谢谢你请我吃柿子。谢谢。不用了，我之前吃过了。谢谢了。刚刚那个大叔呢，他看我是个游客，他就说让我进他房子，请我吃那个柿子。太热情，太好客了。但是呢，因为我车里面已经有柿子了嘛，我就说不用了，所以呢我就没有吃。但是我参观他的房子，好大的房子啊，而且他们在下面呢还有地的。
Hello，半斤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